一声号令之后，叶晨与众人共同举杯，将杯中烈酒一口喝下。这酒里的灵气对叶晨来说已然微乎其微，所以他倒是基本没什么感觉。但是对面前的万龙殿将士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原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酒里会蕴含着如此强大的能量。当他们将这杯酒一口气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只感觉一股强大的暖流从自己的腹中开始向着丹田涌去，紧接着那股暖流便化作一股摧枯拉朽般的澎湃之势，猛然间冲向自己的七经八脉。对武者来说，自身实力的提升与两个要素息息相关。第一个要素就是七经八脉的打通数量，也是衡量一个武者修为的根本要素。经脉打通的越多，武者的等级和实力也就越强。至于第二个要素，就是每一条经脉的畅通程度。绝大多数武者只能做到打通几条经脉，但是却做不到让所有的经脉都完全彻底的打通。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两个鼻孔一样，谁的鼻孔最通畅，谁的进气量就更大。而灵气就是能够一步到位，不但帮他们打通更多经脉，而且还能让他们原本已经打通的经脉变得更加畅通，直接从两个维度一同提升他们的修为。所以此时此刻，那些万龙殿将士都惊骇莫名地发现，体内那股澎湃之势不但在冲击着自己已经打通的经脉，甚至还去猛冲自己一直没能冲破的下一条经脉。片刻后，有人激动地大喊：“我打通第4条经脉了！我打通第4条经脉了！”紧接着又有人喊：“我也是！”天哪，我为了打通这条经脉，已经苦等8年有余了。可是8年过去了，都没能将其打通，没想到刚才竟然被打通了。就连苏若离都忍不住在心中呐喊：“我竟然也突破到4星了！真是做梦都不敢想，我也能像爷爷那样成为4星武者。”人群中甚至有人激动地带着哭腔：“5星武者！我终于也成为5星武者了！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机会成为5星武者。”而那10几个5星战将此时也都面露狂喜，有人脱口道：“我已经打通了第6条经脉，我的方才也打通了。”接着是万龙殿现存的2大战王陈钟磊与陆昊天，两人虽没有立刻突破第7条经脉，但修为也从6星武者的中期一跃进入大圆满境界。其实叶晨只要再多给他们一杯，就足以让他们完成从6星武者到7星武者的突破。而且更难得的是，庆功酒里的灵气帮助他们将已经打通的6条经脉继续拓宽增强，使得他们整体实力有了质的提升。即便是对万破军这种已然踏入暗境的高手来说，这杯酒也让他感觉浑身上下仿佛完成一次蜕变一般。修为虽然没有阶段性提升，但也有长足的进步，若在平日怕是10年8年也未必能有如此进展。一时间，整个万龙殿100多名精锐将士一个个激动得无以复加，甚至不少人泪流满面。对武者来说，境界的跨越难度堪比社会阶层的跨越。有些人一辈子很难摆脱贫困，而有些人努力一生或许也只能达到小康。中产阶级若是想更进一步，彻底实现财务自由，在当今这个残酷的社会也是难如登天。武者的境界跨越也是如此，有时候穷极一生也无法实现从2星武者到3星武者的跨越。2星武者其实就是绝大多数武者的人生天花板，更不用说从3星到4星，从4星到5星，甚至从5星到6星。
而叶晨这杯酒竟然让100余人瞬间实现了修为的境界跨越，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万破军作为万龙殿里实力最高的人，转身看向自己的这一众弟兄，便立刻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实现了修为境界的提升，心中自是激动无比。转身再看向叶晨时，万破军眼神之中除了感激，更多的则是敬畏。他忽然单膝跪地，双手抱拳看向叶晨，毕恭毕敬地说道：“属下谢叶先生大恩，愿为叶先生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其他万龙殿成员也瞬间回过神来，于是所有人都跟着万破军一起向着叶晨单膝跪地，双手抱拳，高声喊道：“属下谢叶先生大恩，愿为叶先生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叶晨看着面前100余名万龙殿将士，眼见他们眼含热泪，面露坚毅，便知这些人定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欣慰之余，他微微点了点头，朗声道：“我叶晨将来定不会辜负诸位的信任，无论是万龙殿亦或者诸位，将来都定将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9万里。”一众将士当时听得热血沸腾。此时地下手术室的大火已然将地面烧得发热，火焰甚至从地面的房间里涌出。叶晨便开口对万破军说道：“破军，时间差不多了，吩咐大家有序撤离吧。”万破军一听这话，立刻转过身去，高声道：“按照方案也有序撤退，记得把所有接触过的物品全部带离现场，每个人的酒杯自己带走。善后小组务必在半小时内抹除一切痕迹，随后按既定路线撤离。”众将士立刻高喊：“属下遵命。”随后100多人立刻原地解散，瞬间分成了多个不同的小组，奔赴不同的方向。有的小队不需要善后，所以他们直接装好自己的酒杯，随后便立刻开始出门发动汽车，快速驶离。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要乔装打扮成外籍劳工，以工程转场的名义，从墨西哥直接乘专机包机返回中东。还有一个小队是专门负责在美国听候叶晨差遣的，所以他们要驱车从陆路前往距离美墨边境非常近的洛杉矶，然后从洛杉矶飞赴纽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队专门留下来善后，他们将所有线索都毁掉之后，不会立刻撤离墨西哥，而是会在墨西哥静默3天，观察墨西哥未来3天的局势变化，如果有突发事件以及遗留线索就立刻解决，如果没有就同样撤离回中东。按照叶晨的要求，负责在美国听候自己差遣的小队要将所有被解救的人带离墨西哥，不管他们来自哪里，都要先把他们带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把他们送回家去。为此，万龙殿特地准备了一辆大巴，方便这批获救人员的运输。不过现场人员之中有一人临时改变了既定安排，那个人便是苏若离。李亚林已经被费家冻上了，叶晨也不担心美国还有人追查苏若离，把他带回美国，自己还有其他安排。很快，那些被解救的人连同刚刚做完手术依旧昏迷不醒的客户都被带出了院子，排队准备登上大巴车。郎红军走在队伍的最后，他远远地看到了叶晨，想打招呼，但不知因为什么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叶晨看到了他欲言又止的样子，高声叫道：“老哥！”郎红军下意识回过头，有些忐忑地问叶先生：“您是叫我吗？”叶晨点头一笑，说道：“当然是叫你了，你总不会这么快就不认我这个老弟了吧？”郎红军受宠若惊地说道：“叶先生，您是在下的救命恩人，我在您的面前哪敢以老哥自居？”叶晨淡淡笑了笑，
看着郎红军，开口问道：“老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